好久没有试驾新车了，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试驾的是全新的极氪001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3件事儿，就是全新的极氪001它到底改了些什么，智驾好不好用，以及这台车开起来怎么样。可以说，整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贼像001 FR 的全新极氪001，然后整个前脸变得更加的夸张了一点。你们觉得这个前脸好看的扣1，然后老款好看的扣眼珠子。那这次呢，全新极氪001它的4门都是电吸门，刚试了一下，不管是整个开关的速度啊，还有它感应障碍的一个反应，感觉还算是比较丝滑，但是可能平常用起来的话，也是需要去适应一下的。另外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台的话呢，它是21寸的轮毂，那标配的话呢是19寸的，就是我觉得啊，这个列装的车身可能这个21寸的大小刚刚好，19寸的可能会显得有点小气。那其实它的电驱呢，其实也是001 FR 同源的曲轴极电威锐提供的电驱。然后关于这个电驱系统的话，后面我们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威锐电驱系统的一个 tech 的介绍，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。那它是前270千瓦，后310千瓦，然后电机总功率的话是580千瓦，然后0-100加速的话呢，也是提升到了3.3秒。另外就是在电池包上的一个变化，其实这次的话，它是全系标配的全站800伏电驱的系统。那电池包依旧还是祖传的100度的麒麟电池，最大充电倍率呢是来到了4C， 然后从10%到80%的话，15分钟之内充电可以完成。那另外的话就是95度的一个神行的电池。那神行电池的话呢，它虽然说续航里程是缩短到了675，但是它整个的充电倍率可以达到5C。也就是说，在10%到80%的充电可能只需要11分钟就可以完成。虽然没有测试过，但是这个充电速率是真的非常快的。哦，对了，说到充电这个事儿，就之前的话它快慢充是分开的，那现在的话呢，它是做到了一起，咱就更整合、更简洁了嘛。那进来车里呢，再说一下车内整个内饰的一个变化啊，就是依旧还是也趋于 FR 化的感觉，尤其是这个方向盘更加的运动一点。然后如果说精致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老款更加的精致的，新款的内饰给你一种更加清爽的感觉，并且的话，我们今天拿到这个内饰的颜色，其实它，怎么说就是。不是说不好看，就是它说清不清，说蓝不蓝，就是又有点偏灰的那种感觉，还是很微妙的。另外的话，就是这一次的话呢，它的中控屏呢是做成了向日葵屏。不过的话，就是如果入门款的配置的话，是需要去选装的，选装要5000块，就你4指滑动它就可以直接转过来。毕竟这个001它是没有副驾娱乐屏的，其实这样也是可以兼顾一下。副驾的朋友看一些电视啊什么的，另外它的芯片呢，其实也是做到了8295的一个芯片，然后算力呢也是从4 TOPS 变成了30 TOPS， 整个一个互动啊、流畅性各方面，包括你从它的参数来上，肯定是够用的。就不过今天我们就去试了一下，包括整个一个使用的感受啊，然后就是弹界面的一个感觉，还是感觉就没有那么的8295的那种丝滑感。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试制车的一个状态吧，后续的一个整个 OTA 的升级或许会变得更加的好。另外再说一点，就是让老车主哭晕在厕所的，这一次的话呢是全系标配了28扬声器的雅马哈音响，只能说早买早享受吧。那我现在来到后排啊，就车长接近5米的这台车，它整个的一个空间表现各方面就感觉都非常的宽敞，包括我们身高接近180的摄像老师，就是坐在后面也觉得非常的宽敞。然后我觉得这次它改变比较大的是，它是我头顶的这块光幕，就是虽然说哈，就是我刚摸了一下，就是隔热效果一般般，因为今天其实还不算特别热的一个情况下，但是它升级成了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个区域的一个遮光，而且还有不同的一个形状。我刚调节了一下，它有这个流水啊，然后百叶呀，还可以选择防晒的一个程度。
就这个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那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智驾的部分啊。其实说到智驾的话，一直感觉好像算是极客的一个短板。那这次的话呢，全新的极客001呢，它是搭载了 Mobileye 的整套一个智驾的一个方案，然后依旧也是要依赖高精地图的。然后我们整个其实这次感受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，行程也不是很长。然后整体感受下来的话，不管它整个的一个自主的变道啊、超车策略会偏向保守吧，但是它整个动作的逻辑反应是比较流畅的，只不过是说可能在有一些车辆的一个要超过呀，包括在避让的时候，整体的逻辑还是比较保守的一套方案。另外的话，就是再说一下，在自主变道的时候，大家在这个 NZP 的功能打开之后，记得要把变道确认要去关掉，不然的话，它还是会需要你在变道的时候去提醒你拨杆变道。那另外的话，再说一下，就是其实它这次我们试驾这台车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试制车的原因，它整个的一个渲染图的一个显示车道线啊什么都不是特别的清晰。不过我在开车的时候会发现，它整个在 HUD 上的显示都还是蛮清楚的，可能后续 OTA 的一个升级也会更加的完善吧。驾驶方面的话呢，中高配的配置的话是双腔空悬加电磁减震的这个组合，还有他们那个智能魔毯，就是30万以内这个配置，我觉得还是挺香的。另外的话，就是它的车身的最大调节行程的话是70毫米，就是整个驾驶下来的话是体验了它的舒适和运动两种的模式吧。你会感觉在舒适模式下的话，它可能会对于比如说路上的一些细碎啊，包括一些路面的一些接缝什么的，过滤的都非常的干净。那可能调节成它的运动模式之后，整个转向呀，包括车身，你会感觉它会有明显的收紧，会感觉到它整体的路感会更清晰一点。我觉得可能后排的一个感受会更加的清楚吧。然后另外的话，就是这台车它在整个 NVH 上的一个表现，我觉得整体也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只不过说可能在高架上，然后它的胎噪相对来说会稍微明显一点。不过我们今天开的这台车，它是一个21寸的轮毂，可能就是19寸的会更好一点吧，就是整个的一个表现可能会更加安静一点。还有就是这台车在转向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它整个车身的一个跟随啊都是非常好的。最后呢，推荐大家选哪一款？其实魏版的话，它是分了4驱和后驱2个版本，以及2个电池的版本，然后价格呢都是26.9。其实我个人会觉得，整个车型它其实这次改款之后的标配项非常的多。其实魏版已经完全够用了，但是如果说价格就是如果说不差钱是吧，直接拉满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另外就是在28号的时候呢，小米马上也要上市了，就是这个价格战今年是依旧非常的内卷，期待一波它的价格。同时说一下，我觉得在这个价位的话，它整个的一个产品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